在印尼居然真的有在售卖野生动物的市场，猫头鹰60元你就可以带回家，这里随便一只，在咱们国家都可以让老板把牢底坐穿。本期视频跟着我继续探索印尼泗水，你敢相信吗？我只花了人民币260元，就在印尼游玩了3天。兄弟，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哦，这真的是巨大。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像这里都是女的在工作。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它的英文名叫苏拉巴雅。大家肯定很奇怪，泗水这个名字怎么跟苏拉巴雅画上了等号？因为泗水这个名字是当地华人给取的，它最开始呢是叫斯里木，斯里木的发音呢跟苏拉巴雅有一点点像。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所有人都必须有一个信仰，像很多人是信仰伊斯兰教，那这里呢，很多人是信仰孔教，就是孔子的孔教。那泗水呢，又是儒家文化发源的一个地方，在泗水河，所以斯里木这个名字既保留了音译的发音，又保留了中华文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泗水这个城市。那说起它的英文名是苏拉巴雅，又可以拆分为苏拉跟巴雅。苏拉呢就是鳄鱼，巴雅呢就是鲨鱼。这边有一个鳄鱼跟鲨鱼的一个故事，当时是鳄鱼跟鲨鱼互相之间打仗，最后呢，鳄鱼把鲨鱼赶回了大海，所以呢就象征着一种勇气跟力量。今天打摩托过去，我们现在先去泗水的这个动物园。听说泗水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科莫多龙。这里处在一片居民区里。我昨天住进来之后呢，就没有出来走就一直在民宿里面工作。还有一个在印度尼西亚这里点外卖还是挺方便的，因为吃饭外面好热嘛，可以点外卖。One people. One people. One people, 15,000. Only cash. Us. 15000的门票，朋友们，才7块钱。TK。我们后面可能还要再去往科莫多，但是呢，先来这里先看一眼。看7块钱的这边动物也不少狮子、老虎、犀牛，一个都不跟你含糊的。科莫多龙在这儿，这个馆就是科莫多龙了。哇，这里好多呀！哇，在这晒太阳。龙它是史前的一个动物，也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国宝。太酷了！哎，这只动了，哇，吐舌头嘞，还喝水。哦，哦，兄弟，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怕你了还不行。科莫多在印尼的地位，相当于熊猫在咱中国的地位一样。来，咱们合个影。哇，前面这个是啥？我没见过。刚才看了资料，它叫北极猫狸。介绍说它是夜行动物，白天基本都在睡觉。可能在做梦，梦到了啥？有点激动。这边有一个小袋鼠，红毛猩猩。店里面买了一罐橙汁2万。其实每次我喝他们橙汁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这个橙子有没有洗过？肯定是没洗过的。然后我看那个吸管特别脏，还有苍蝇飞来飞去，我就没要那个吸管，直接喝。2万这一家他放了3个橙子进去，还行。早就听说印尼有一个市场非常的阴间，就是印尼的动物市场，在雅加达呢有一个最大的，但是呢这里呢是泗水。其实这个市场也不能够算是一个市场，只不过这个区域就是交易的动物会比较多一点。现在看起来比较正常，都是一些兔子、鸟鸡鸭什么的。是啥？这个是什么鸟？这是猫头鹰吗？印尼这边居然有卖猫头鹰。那是猫头鹰吗？
Iya, 多少钱？ 200.000. 啊？ 200.000. 哦，80块钱一只。 Cito Alba. 你真的不敢相信哎，真的会有卖一些保护动物，而且才80块人民币一只。其实猫头鹰在印尼啊也算是保护动物，那为什么这边还在公然的售卖呢？据说啊，就是我看到印尼的婚礼上，它传统的婚礼上，它是需要去赠送这个猫头鹰。它很早以前，那这个习俗呢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可能有些地方啊还会遵循着这些习俗，所以呢就有售卖这个猫头鹰。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啥？蜥蜴。哎，蜥蜴还挺可爱的，我觉得。这个是会变色的，一半已经变成绿色了。是猫头鹰啊，这个长得比较好看一点。How much？ Mana ini? Oh ini. 嗯。 Ini 150. 哦，15万，15万就是60块钱。 Ini model aja. 哦，哎呦，太可爱了！想不到这家更便宜，15万，60块钱。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我觉得怎么说它也是保护动物吧，这不能售卖的吧？像是在咱们国家，牢底坐穿，居然有卖猴子。你不是应该在动物园的吗？或者应该在树林里面吗？山林里面吗？你怎么被抓来了？Monkey how much？ 哦，65万，那个小猴子一只65万。哦，天哪！就是还有很多保护动物认不出来，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属于保护动物的行列。哇，这只好大。这是更大，哇哟，然后还看到了这个蝙蝠，说实话，这里的味道真的不好闻，你们可以想象一下。Hello，China。这个是青旅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一家比上一家青旅好的是它的卫生间很多，冷气很足。印尼住宿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传单干不干净。这时候感觉他们这个传单被罩都像用了几百年一样。这家一个晚上是22人民币，还含早餐。路过一个商场，然后突然间发现这里面有人在唱歌，居然唱的是中文。为你从黎明就到了北京。上面关注你基本是华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进步了这么多年，中华文化的东西还是继续传承了下来。看这冰淇淋挺好吃啊，决定买一个甜筒。它这个甜筒啊有2个球，2个球的价格是35千。味道不错，不是很甜。我在地图上看到这家餐厅不错，它是那种快餐形式的，咱们进去瞅瞅。这个环境特别的干净整洁。我们拿一个盘子，看着就好吃啊。这个炸丸子、炸虾，其实快餐哦也是印尼的一个国菜。我发现印尼的国菜都是我们方便经济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丸子面、炒饭啊，还有啥炸鸡米饭。这牛肉看着不错啊，小玉米和蘑菇是一起炒的。它这个价格也特别便宜，一份牛肉加上3样菜，3万6；一份鸡肉是3万3；一个蛋是2万9。然后这颜色看起来还不错。Lemon tea， 这里还可以加一点小调料。这个是印尼非常有名的辣酱，一开始不习惯，巨辣。
后面觉得还蛮好吃的。这家看起来搞得这么好吃，一点都不印尼。你们知道啊，印尼这个国家的食物已经上了我经历过最难吃国家食物的第1名。好在啊，它这个国家比较包容，那其他地方的食物呢也比较多。它这家餐馆有一点中餐的风格，就有点像日式的那个牛肉，味道非常日式，但是依旧很硬。这样一份饭不到4万，就不到15人民币。这家店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的。来，给你们吃大虾，粉丝先吃。虾炸的也还可以。嗨，朋友们，今天是新的一天了，我又来到这家餐厅了。到底有多好吃？我能连续2次都来，已经吃完了，你们看不到了。泗水在印尼啊，当地人又把它称为一个英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在45年的时候，在一场战役当中啊，非常的勇敢。而现在呢，我们要去看一个潜水艇，它是当时苏联赠送给印尼的。我现在在桥上已经能够看到那艘潜水艇了，绿色的。这里门票是15000一个人 ，Ticket 1。印尼的门票都是这样的。好了。哦，这真的是巨大。那为什么苏联会送给印尼这艘潜水艇呢？就当时苏加诺的时候啊，他特别的反帝反殖民，所以呢，他是有意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所以当时呢，他跟苏联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当时苏联啊，为了支持他，赠送了他一个潜水艇。这艘潜水艇是1962年的时候开始服役的。然后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退役。印尼为了纪念这艘潜水艇啊，也纪念这座英雄城市啊，所以把这艘潜水艇作为一个博物馆。现在我们去潜水艇的里面去参观参观。很多东西啊，我是一个军事白痴，我也不懂，但是看一下吧，感受一下。从这个楼梯上来就进入了潜水艇的内部。Hello， 哇，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放那个武器的一个地方？真好啊！他们现在在潜水艇里面装了空调，潜水艇的门特别小，所以要弯腰通过。我们看一下这个船舱室，但是船员就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床是吊着的。它这个宽度还不到1米呢，就是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这个是长官的一个寝室，单人间的。哎呦妈哟，真困难，非常的艰难啊，朋友们。这里就有好多仪器了，咱也看不懂。这个是不是用来观察用的？洗漱的地方。这个是不是就是潜水艇的缸啊？作为潜水艇前进动力用的，我乱猜的，朋友们，我说错了可不要怪我，毕竟我是一个军事小白。这个难道是用来开潜水艇用的吗？前方请注意，前方请注意，一个鱼雷部署的装置。我看到了这个当时人员是从这里上下潜水艇的。因为这个门开了是为了我们参观方便使用，实际上他们真的是从这里作为一个出入口。在印尼打车是非常便宜的，更何况我打的是摩托车。我离开了雅加达之后就很少再用公交卡了。这个好漂亮啊！这条街呢，就是印尼泗水的屯军港街。在这条街上就有很多的荷兰殖民的一些建筑，然后一些小咖啡馆。这条街另外一头，从这边一直走下去，就是屯军港的超级大商场，也是印尼泗水最大的一个商场。来到像这样的一种老街啊，就应该傍晚的时候来，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这里也有好多餐厅，看一下这家好像是烤鸡腿这一份9万，一份饭基本在3万5。还有越南餐厅、阿伯餐厅，
这有点像海南餐厅那种感觉。看它这个咖啡的叫法也跟马来西亚那边有点像，咖啡欧、咖啡可颂。哦，他们这边还有好多卖花的，挺浪漫的，15000。哦，好便宜啊，朋友们！那一束花也才6块钱。小巷子探索探索也挺好玩的，我们简单的走一眼，走进来就是居民区。但是我觉得这边非常靠近这个景区的地方，这边的居民区应该有一部分已经改成民宿了。居住条件略显拥挤，但是呢，看上去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感觉。我感觉走进来更有意思一点。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印尼的整体给我感觉跟越南有点像，也是小摊摊很多，也是住的地方有点拥挤。在印尼这边啊，好少看到流浪狗的，全是小喵。前面有说过，像爪哇岛的人口密度比较大嘛，像他们一般的当地人家里啊，就普通的家里，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基本上要住着好几口人啊。人多了之后，环境就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像印尼这边啊，水质就特别不好，他们严重的开采地下水，导致爪哇岛每年下沉10厘米。100年或者是几十年，这个岛就全家便利店买了一点咖啡、香蕉，还有布丁。这个是泡芙，这里面一共6万，也就是人民币的24块钱。在这里喝一个下午茶，这杯咖啡才1.9万，不到2万，是拿铁。他们就是在明明很饱的情况下还能吃，瘦子就是吃不了一点。这个是抹茶奶油馅。这家在泗水有好几个分店，我们到了其中一家分店。我们在泰国、马来还有柬埔寨都做过按摩。然后呢，这次来体验一下印尼的按摩。我来看一下 ，Hello， 我们看一下价格啊。还有 Foot 60分钟是8万，然后 Foot 加背部是90分钟是3.5万，全身的啊头啊什么的都有，是60分钟是12万，12万也不到50块钱。我们来个土豪的吧，120分钟。this one full body massage. It's okay? 2 hour. 2 hour. It's okay. 190 Yeah. OK. 19万，它也就是不到90块钱，2个小时。在这里呀。OK。现在要换衣服，换上这个衣服。水和小甜点，看看我的大的 VIP 包间。哎呦，换好衣服，怪害羞的。总体来讲还行，就是这个力道嘛差了一点点。这次的 Grab 更便宜了，只有1.4万，只有人民币7块钱，然后有6公里呢。现在我们来到了印尼泗水的一个香料市场。在以前泗水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很多香料呢就在这里集中的一个贸易，也就是一个香料的一个中转站。这也是整个爪哇岛上最大的一个香料市场。看到他们头顶的香料就走出来了。在印尼食物中是大量的使用香料的。他们在剥蒜，这里面怎么有种红红的灯光？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像这里都是女的在工作。现在我觉得这里的女性真是撑起了半边天。这霸气的。这个是他们这的小洋葱、辣椒。就开始出现一些我看不懂的香料了，越往里边走味道越刺鼻。那些皮皮呢，就全部都掉在地上，地板上也都是这些洋葱皮皮碎碎。印尼的姜也是非常出名的，他们有一种姜，他们是不辣的，可能就是这种吧，就不辣。
他们甚至把这种姜作为饮料。我觉得吧，这个香料市场很不一样的是，它给我一种很浓的异域风情的感觉。在印尼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干什么都可以谋生，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入口给你指挥交通，然后收一点小费。下雨的时候还会帮你撑伞，这也是一种收小费的方式。这里的味道太奇特了，一开始进来是各种香料、刺鼻香料，然后再往后面走呢，就是海鲜的海洋的气息。海鲜市场的地板就比较湿漉漉了，湿哒哒的。哦，这个是什么酱料？黑黢黢的。啊，这是用来吃的吗？哦，20，但是就是8块钱1公斤，1 kilo。1 kilo。哦，啊，还真别说，这里的鱼还真便宜。How much? How much? 6万51公斤，1 kilo，1 kilo。这个是用脚来洗这个贝壳，这个个头的是55，然后这个个头的是95，这个个头的是95，然后这个个头的最大的这个是100。这样算的话，如果一只大螃蟹有1斤，那个大螃蟹一只的话，大概就是20人民币左右。现在我身后啊是印度尼西亚泗水的一个唐人街，叫卡瓦卡瓦。那么在印尼的华人呢，我觉得应该算是，在海外华人中命运比较悲催的。咋回事啊？没几家是开着的。Buka hari lusa, hari Senin sampai Jumat。周一到周五是开的，然后周六周日都关着。还休息2天，还集体休息。有一家店是开着的，我们进去看看。这边有叉烧肉面、脆皮叉烧面、红烧肉面，这看起来真好吃啊！还有排骨汤。请问你们老板是中国人吗 ？Yes， 哦 ，Thank you。面条、烧肉、脆皮烧肉，然后这是叉烧。哇塞，红烧肉。脆皮拌个卤蛋，然后下面是面条，鱼丸汤，特别像咱们福州鱼丸。先吃一口烧肉，太好吃了吧！开于1911年，好古老啊！现在也关着吗？现在？刚才里面正好出来一个人，我问了一下，他说这家理发店现在是停业状态，已经永远的关门了，特别的萧条，都没看到几个华人。这家店开的，这家店是卖月饼的350整，4个啊，相当于44块钱一个月饼。我在泗水住过3家青旅，第一家青旅呢床单不干净，碗数不好；第2家青旅呢床单也是不太干净，然后就换了第3家青旅，终于我觉得还是可以住的了。这个是一个女生间，8人的女生间，然后这个的位置特别大，重点是这个床单特别干净。然后这个青旅它是有一个私人的柜子的。我在这家青旅之后住到了一个有干净床单的床。让我觉得特别的兴奋和特别的难得。这个是这家青旅的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一点，但是挺干净的。然后我把这家青旅的地址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整体来讲在印度尼西亚，我觉得它的消费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有点类似于越南，比马来西亚、泰国都要低很多。还有一点需要吐槽一点，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水质问题。这里的水质呢是非常糟糕的，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城市里面的河流，真的是看不下去的那种。还有很多人过来就算用自来水洗澡甚至都会出现过敏，就更不用说不可以用自来水烧开来喝了。他们这里所有的人喝水全部都是用瓶装水、桶装水。我在这里甚至连刷牙都要用瓶装水来刷。就是我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非常喜欢吃路边摊的，像唯独在印度尼西亚，我觉得他们是花钱来买干净，就是只要你愿意多花钱，你就能够想到更干净的环境跟更干净的食物。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我都不吃路边摊了。第一个是难吃，第二个是真的是，卫生问题真的很堪忧。像我这么坚强的肠胃，在这里都已经拉了有3、4次肚子了，你们想想看。然后今天我还听说了一件非常震惊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孩在巴厘岛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得了肠胃炎，然后去世了。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青旅呢，同住在青旅里的人啊，都发生了严重的肠胃炎。很多人啊，就是晚上去医院，挂了急诊回来，就是第二天中午过后回来，甚至还去收那个得了肠胃炎的旅客的钱，就是他们延迟退房了，还另外去收延迟退房的钱，这点让我非常震惊。他们似乎把让这个旅客得肠胃炎当作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所以啊，就是你们如果要来印尼的话，一定要注意卫生问题。这个视频呢，最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消费和一些我不得不想要说的一些吐槽的一些问题。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我正在旅行第17国印度尼西亚，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啦。